Canva 在上周的 Jobtober 发布了一系列的功能更新，我尝试了每个功能，真的非常的好用。这期影片我就一一展示给你如何使用这些功能。Hello， 我是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放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，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那首先第一个功能是 Dreamlab。如果说你来到 Canva 首页上面，在左边没有看到这个 Dreamlab 选项，你可以直接输入这个网址 3w.canva.com/Dreamlab。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页面上面。那这个功能是 Canva 还有 Leonardo AI 的结合，就是你需要输入一些文字的描述，然后让 AI 去生成相对的图片。那在底下是会有一些范例的，并且呢，我们可以使用它的范例。这里我喜欢使用。那现在你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这个图片的描述了。那这个描述是一个令人屏息的细致精致的插画，展现了一座由精致的粉彩色兰花完全构成的雄伟城堡，宁静的悬浮在柔和的天蓝色天空里面，然后周围是飘散的白云的。后面呢，就是对这个图片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描述。那在底下你可以看到有2个选项。第一个是聪明，那这其实呢就是让你选择你想要去产生图片的风格样式怎么样的，比如说有电影概念、创意、微距、插图、神秘的、素描。那这边呢我可以选择电影风格，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这尺寸，有1:1、16:9，不同尺寸都是有的。那我可以选择这个1:1的选项，去生成一个方形的图。那都设置好之后呢，就可以选建立了。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就生成了这4张图片了。每张图片呢，你都是可以选这个下载或者是编辑的，又或者是点击这3个点标志，你可以选择根据它建立设计，也可以编辑图片、删除影像或者是检举影像。如果想要放大观看，你可以选择点击它，这边呢就可以选择放大观看了。你可以看到整体图像还是非常具有艺术感的。那这边呢还是一样，你可以选择在设计中使用，或者是选择下载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增加更多描述，再建立新的影像都是可以的。这里要提醒一下，那因为我是 Canva Pro 的用户，所以 Dreamlab 这个功能能够让我每个月去使用500次。那刚才我使用了1次，就变成499次了。那如果说你是免费的 Canva 账户，那么你终身只能够使用50次 Dreamlab 功能。那如果说你想尝试一下 Canva Pro，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 Canva Pro 的30天的免费试用。那这期影片里面所提到的很多新的功能，都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。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尝试免费的升级到 Canva Pro， 去尝试一下这些新的功能。那下一个是全新的魔法文案工具。那这边我打开了一个 Canva 的文档，我可以选择这个魔法文案工具。这边你可以看到全新的魔法文案工具，这底下就有很多类别了。你可以加入一些附属条件。那这边呢，我可以在这边去输入描述。那这边我输入的描述是，请告诉我提升工作效率的5个技巧。这边选择产生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，它就帮助我去生成了提升工作效率的5个技巧。那这边底下呢会有2个选项，让它产生更多类似的范本，或者说有一个类似但，我可以使用这个选项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条件，比如说根据这些提升效率的技巧，但是我需要让它去提供更加具体的使用场景。这边呢选择产生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，它就添加了这些技巧可以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。比如说制定每日计划，它就告诉我在周一的早上花10分钟制定1周的工作计划，明确每一天的重点任务。这样呢，在繁忙的工作期间就不会迷失方向。所以呢，这个魔法文案工具就可以让我们在 Canva 文档里面就可以加入一些文字信息了，不需要去到其他的平台里面。那接下来几个功能都是关于白板的。那首先就是你可以给贴纸去新增反应。在你进行一些团队里面的脑力激荡的时候，你就要使用这个白板的功能。那这些都是贴纸，那我可以为每个贴纸去添加表情。我可以选择这个新增反应，这里我可以添加不同的表情。那你可以选择这个加号，可以展示更多反应。比如说我添加这个反应，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贴纸就是这个反应了。那我是可以添加很多个反应的，我再添加个反应，你可以看到就会有更多反应了。那下一个功能是按主题分类贴纸。那你现在可以看到我这白板上面是有很多贴纸的，那我如何快速的对它进行分类呢？我可以全选这些贴纸，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有个排序功能。那这边呢我可以选择依主题，现在就正在排序了。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按照主题进行分类了，并且这上面是有主题的。这个主题是天气现象，然后呢是个人感受、幽默与讽刺，还有其他主题的。那我也可以呢按照其他排列，比如说按照颜色、按照名称，或者是按照反应进行分类，都是可以的。这样呢是能够帮助你去快速整理信息的，非常的方便。那接下来一个功能呢是制作摘要。
那比如说你有准备这么多信息，如果快速的知道这里面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我可以全选一下，在左边选这个标志，然后呢，你可以选这个制作摘要。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，在这边就快速的建立起了一个摘要了，根据不同的主题分类，能够让你快速的去收获到主要的信息。那下一个功能是扩大显示域白板。那比如说这边我准备了一个社交媒体贴文，那如果说我想把它转换成白板怎么办呢？我可以选这个3个点标志，这边有个功能是扩大显示域白板。那你就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社交媒体贴文就置于一个白板的功能里面了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功能呢？因为如果你是有个团队，大家想要去参与，如果去讨论这个社交媒体贴文它的一些设计或者是其他方面，那就需要有个白板功能，然后选择元素，选择便利贴，在这边呢新增他们的建议。比如说我想让它颜色更改一下，在这边呢是我的留言，其他团队成员也可以新增新的便利贴，这样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协作了。那你是可以按住空格键去移动这白板的。下一个功能是精选动画。那比如说这边我准备了一张图片，我可以首先选择动画选项。那这边呢会有精选动画的选择，比如说笔刷，你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动画。那这边呢还可以调整它是进入时候的动画还是退出时候的动画。那如果说你是 Canva Pro 的用户，你还可以调整这个动画的风格，比如说这弯曲的、野生的、沾墨的以及漩涡的。那这边还有其他的选项，比如说墨水动画、数位动画，以及呢喷漆、素描、渐层，这些呢都是 Canva 新增的精选动画。那不仅对于图片，影片呢也是可以加入刚才动画的。像我加入一段影片，然后呢可以选择这个动画，这边呢也是有精选动画的，那也是能够去同时加入到这影片画面里面的。底下的一些风格选项也是能够调整的。那如果说你有个设计，你也是可以给它加入个动画的。这边你可以看到就变成了页面动画，然后呢也是有精选动画选项的，比如说简约、时尚、趣味、派对、企业、悠哉。所以呢现在 Canva 动画选项是非常丰富的，能够去满足你不同的创意需求了。下一个功能是 Canva 全新的图表功能。那想去找到图表，需要选择选项，往下拖，在这边呢有个图表功能，选择查看全部。那现在 Canva 呢是提供了非常多图表了，比如说现在有最新的雷达图功能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功能它是有互动性的。当你把滑鼠去放到一个选项上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具体信息了。然后在左边呢，你是可以调整它的一些参数的，甚至是你可以新增资料，去上传你的谷歌表格，或者是上传的资料。所以现在你使用 Canva 去创建表格真的非常的方便。那在左边呢，你是可以调节具体参数的，比如说它的不同标签，然后呢每个标签里面的数值都是能够去调整的。这边还可以让你去展开资料表格，你就可以去对应的去调整每个参数了。那这边呢我加入一个这样的表格，如果说我点击这个群组1，你可以看到它能够放大，然后点击这个缩小标志，又恢复到正常大小了。然后我可以选择编辑，这边呢我可以快速的去切换成其他的表格，比如说这个漏斗图，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快速切换成了一个漏斗图了。想要去再切换成其他形式也是可以的，比如说折线图。所以呢现在 Canva 的表格功能真的非常方便，并且非常强大了。下一个功能就是现在在 Canva 里面能够去找到 Alice 高品质的资源了。那 Alice 这平台呢是我一直在用的，也是我一直推荐大家去使用的一个素材平台。它包含了无版权的音乐、影片、音效，还有模板插件，非常丰富的创意资源。那也是可以看到在 Alice 里面它的影片资源是非常的高品质的。那现在呢在 Canva 里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从 Alice 平台上面的一些高品质的影片资源了。那想要去开启这个功能，你可以来到元素，那这边呢你要搜索 @Alice，然后呢，你需要选择影片，那这边呢都是来自 Alice 高品质的影片资源。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素材，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3个点标志，你就可以看到这是来自于 Alice 平台的创造者的，这个就是非常高品质的影片资源了，你是可以去使用它在你的影片作品里面的。那你也可以去搜索更加详细的类别，比如说我搜索景观的影片，那这边都是来自于 Alice 关于景观的影片了。你就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晰，并且是高品质的，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影片素材去使用了。
如果说你想找到一些 Alice 里面的音乐，你可以选择音讯选项。那这边的音乐呢，都是来自于 Alice 的平台的，你是可以使用到你内容创作里面。但是呢，这些都是你需要申请到 CanvaPod 才能够使用的。那还是一样，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 CanvaPod 的30天的免费试用。下一个是 Pockstock 图片素材。那 Pockstock 呢，就是提供不同肤色人种的图片的。比如说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是亚洲人的，然后呢，你想找到黑人也是有的，就能够提供给你更丰富的人种它的图片，让你整体设计呢是更加有包容性还有针对性的。那这里面的素材呢也是一样，要升级到 CanvaPod 才能够使用的。那 Canva 这次的更新呢，还提供了迪士尼的资源合集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关于迪士尼的资源合集了，比如说我可以使用这个范本。然后呢，你可以选这个自定尺范本。那这个迪士尼系列的模板呢，它是有很严格的使用规定的，你只能够使用于个人或者教育用途。你是可以使用 Canva 的印刷品服务呢，去列印这个范本的。但是呢，你不能够使用这个范本去用于商业的用途。而且呢，你只能够使用范本里面的内容，不能够使用外部的元素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使用它的范本，然后呢，去插入你自己的影像，这是可以的。比如说，我加入我自己上传的图片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就加入我自己的图片了。然后你可以注意到，在左边呢是没有照片选项的，所以呢你是不能够加入在 Canva 里面的照片的。如果说我选择加入元素，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特殊的系列，所以呢你是没有办法去使用 Canva 里面所提供的元素的。所以想要使用这个范本，你只能够添加你自己的资源，然后这范本上面的元素呢，你是可以挪动的，把它缩小或者删除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呢这边你可以修改它的文字，这个就是你能够做的操作了，其他都是不可以的。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Canva。我想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教程，你可以点这播放列表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这部影片点个赞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，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内容，追踪我 IG， 能够和各位互动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